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来解读，是在2026年大陆很重要的一些空中战力，它的战机上面的解析。今天会特别来关注，首先是2款的这个战机，包括了在新加坡封王的歼10C 跟歼35A 之外，今天还会特别来关注在骁龙哦，现在在许多的国家销售都非常的产线开到最旺，那非常的受欢迎。那另外就是来关心的是印度它的国产光辉战机，则是43年磨成空啊，怎么回事？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今年的新加坡航展等于是一个全球的军工实力的公开对决。今天特别先来看到几款来自于大陆的战机，首先是在81飞行表演队驾驶的歼10C，它直接是在空中，当时拉出了一个高弓角的机动，完成了近乎实战等级的战术动作，让大家非常的惊艳。这是针对歼10C，再来歼35A 也有很好的表现，它站上了 C 位，对外释放大陆的5代半战机成型的一个讯号。再来看到的是骁龙战机，因为它低成本而且高可靠性的风评，让许多的国家跟着抢购。现在根据了解，已经有5个国家都已经下订单了，当中包括了伊拉克、孟加拉、印尼、沙烏地阿拉伯以及利比亚等等的国家都在排队要下订单。再来，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的，除了大陆的战机我们做关注之外，就是印度的光辉战机了。其实从1983年代开始，它已经出现时间超过了43年，但是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在去年的时候，杜拜航展上面它坠毁哦，所以它今年的阅兵其实没有出现。那么现在也发现了它的产线跟不上，供应链跟不上等等的问题，所以现在可以看出来2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状况。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呢？歼10C 这一次完成的这个高难度的一个动作秀的是什么？那我们也关心歼10C 跟歼35A 骁龙它的性能对于中国大陆接下来军武它的扩大出口外销有实质的帮助吗？好，歼10C 它本来就是一种讲究空中机动的高性能战机啊，它虽然不是最先进，也不是最强大，但是它在于这个低空的1对1的对战之中，其实它是讨得到很多便宜的。这就是为什么去年的印巴战争之中，歼10我们能够理解是巴基斯坦的歼10打下了那个法制的飙风战机。那这次81飞行表演队在新加坡进行的那个是最难的项目，叫什么？叫6机编队横滚，6架飞机一起编队，然后横着，但是一定有定向角度跟时间的。长机一声令下，跟着一起转，一起滚。最难的是长机要从后面去追这5架，追到最前面，所以他要用最大的半径，然后能够追到最前面去。所以大家就知道6机编队横滚，听起来就大家一起滚就好了嘛？不是，长机要从后面追上去，这5架飞机不能乱，所以你要知道飞机跟飞机之间的间隙距离，那个是在训练之中，只要有1架不注意的话，全队就毁了，而且它还会面临很多问题。就是说你像我刚才讲的，因为它在密集编队的这6架飞机要编队是比5机、4机或双机要来的密，就会碰到什么？会碰到尾流的问题。尾流是每一架飞机都会碰到前面那架飞机的尾流。我们在搭客机的时候也会发生，前面那架客机它还没有升空，你就准备要上去的时候，你会被它的尾流影响，严重的话你会坠毁，甚至爬不上去。那战斗机更可怕了，为什么？因为这么接近，它如果尾流去干扰到你的话，有时候轻你会脱离编队，重的话你会坠毁。所以尾流问题还有什么环境因素？什么叫环境因素？因为在新加坡从海上飞过去表演，在海上的话，常常容易遭到阳光的折射，所以81飞行队这次他们是面临很多技术上的困扰，还有什么低空风险？就是什么？你万一，因为老实讲，你要表演就是低空了啦。它一旦出了任何问题的话，你改不出去。飞行员最常用的就是改不出去就是坠毁一途。所以大家就看到说，这次81飞行队会让人家觉得说做得很好的原因，就是因为说歼10它完美的表现了这次的行动。所以说我是觉得说，歼10在这个方面的时候，其实老实讲一句，大概没有其他飞机能够做得比它更好了。
好，这是歼10C，我们刚刚特别来做解析它的整体的战力。那我们也来看一下骁龙，因为骁龙刚刚讲了嘛，它最近卖得很好，5个国家都下了订单，但是它也有出现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因为呢它是中巴联手一起研制的，那现在也出现的问题就是巴基斯坦自己的产线，它根本就是供应链跟不上需求，每年生产不到20架，那这个时候中国大陆会不会来出手帮忙提升它的生产力，也换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筹码？上次哥怎么看？好，骁龙战机当然众所皆知是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那么协助巴基斯坦建立起了生产线。那么这时间其实是很早哈，那么最早第一架骁龙战机2003年就出现了，那正式在试飞是交接2007年，所以算都已经快20年前的部分的飞机了。那但是在这期间是这样子。虽然都知道是中国合作，但实际上你知道，一个战机之后要不断的改良、不断的优化，而这个部分来讲，其实还是巴基斯坦自己为主，因为中国大陆其实在那个时间点自己已经转向对于歼10战机系列的部分的研究跟改良了，就大家有各自的部分的路线，所以这当中虽然也有一些技术交流，但就生产线本身，北京当然还是有指导，主要是还是后面一些挂弹跟改良当中的一些电子相关系统是有摄入。但生产线本身的部分，其实北京并不见得还有那么多的助力跟主导性。巴基斯坦很骄傲自己的骁龙战机跟自己的生产哈，而且20多年的经验了。要知道，其实骁龙战机主要为什么那么多受欢迎？金价是小个斗王哇哈，基本造价就是3000万美金，然后配备好多所有相关的弹药跟电子系统当中，也大概才1亿美金而已哈。所以要知道，同等我们看先前的美国 F-16战机。这些都算是基本款啦，不是都是空对空的部分作战为主。F-16的话，基本款叫1.2亿美金呢，加上去就不知道更多了哈，所以才会受到那么大欢迎，而且它的空防表现各方面都不错。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件事情上来讲，我觉得巴基斯坦的主导性是有的。虽然可能北京的意见，特别是一些电子作战，特别是如果要跟北斗卫星有所谓这种体系化作战当中相关的话，那当然跟北京有关。但是呢，我觉得北京现在对于骁龙当中的有点像是怎么说呢？代理销售商吗？就可以展现中国大陆的这些武器继续在科技研发当中展现在国际。但要知道，现在其实中国大陆也在卖自己的武器哦，所以市场上当中有微竞争在。所以这里头也不尽然都是押宝在整个巴基斯坦的骁龙战机上，但这种灵活性或对所谓中国大陆武力，包括特别是现在在造空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战机的实质能力上中来讲的话，骁龙反倒是另外一个该怎么比喻？杨紫吗？不能这样讲，还是很好表现得非常非常好。大家看到亲生的跟杨紫都一样优秀，都两方都可以选择。好，这个是中国大陆它在造自己的一个军事的整体的体系，并且也做了军事武器上面的外销。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说，来看看印度的战机，同样它也是生产了超过40年的光辉战机。刚刚提到它的2个问题，除了说它在这个航展上面坠毁，杜拜航展上面坠毁之外，还有就是供应链跟不上。再来另外2个重点就是它的发动机还是得靠进口的，还有它的这个雷达也是得靠外包的。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的国产战机常常有很多的问题吗？介大使怎么解？其实印度这个光辉战机哈，它最有名的就是它不断的出事，然后呢，不断的出现状况，听到的负评比听到的正面评论几乎是100比0，没有听到它什么正评，全部负评。所以呢，我认为光辉战斗机是世界战斗机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典型、经典的失败案例。那所以呢，这个战机是1983年成立项目，搞到2001年才首飞，然后呢，进入到印度的这个空军的入列是2015年，可是印度空军当初开的定的是200架，到目前交货跟在使用不到40架，所以印度空军应该是光辉战机的这个最捧场的客户。可是呢，印度空军现在使用的是这个标风跟苏30，他们不愿意用，原因是什么？不管任何原因，告诉你就是不愿意用。不愿意用的原因，我是飞行员，我天天飞一架
那个常常会坠毁，有坠毁可能机件故障的飞机，你不开玩笑吗？我今天我是飞行员的话，我绝对不会拿我的生命开玩笑。所以常常很多自己国家发展出来的战斗机啊，很多国家发展出来，最后都是本国飞行员不愿意飞，才让这个飞机最后就怎么样无疾而终。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些对。那这个飞机问题在哪里呢？有7大问题。第一个，发动机到目前依赖进口，它是用美国奇异公司的发动机，它曾经自己想发展失败，现在根本就没有想要自己制造。前一阵子，这个美国跟这个印度讲说我可以技术转移，我甚至把机翼帮你生产这个光辉战斗机引擎的那个厂放到印度，印度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哇，对美国感恩戴德，就是它一个战斗机心脏是不是自己做？第二个，它的基本上载弹量跟它的这个航程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航程作战半径只有500公里，载弹量只有4吨，太少了。因为这个飞机当时定位的就是属于轻型单发多用途的，它本身的这个只有13.5吨，所以这个飞机现在这个人家讲说，这个飞机是怎么样？就是说还没有到达技术成熟，就已经面临过时，这个尴尬的一架飞机。是你搞了40几年，你都不成熟，可是问题人家飞机已经好几代出来了，你已经过时了，所以这是它一个很尴尬的。第二个，电子系统它都是什么杂牌货，拼装的，整合起来有困难，也是造成它的故障率比较高的原因。还有就是生产速度很慢。1年只能生产16架，还有呢，印度空军不捧场，然后呢，国际竞争力不足，这么烂的飞机一架要卖到4500到6000万美元，对，然后呢，用户反应负面，所以这个飞机找不到什么优点。好，谢谢介大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每周